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人年过50后遇到的烦恼，眼睛开始模糊，甚至出现飞蚊症。翻开报纸觉得字变小了，手机荧幕的讯息要拿远才能看清，乃至常常怀疑眼前有蚊子在乱飞，却怎么也打不着。这些经验是不是很熟悉？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年纪到了老花眼上门，眼球退化的自然现象，但中医却说眼睛出了问题，根源可能在肝。是不是很惊讶？视力模糊，视野里飘着小黑影，居然和肝脏健康有关。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破解这个有趣的奥秘。先来说说什么是飞蚊症。当你望着晴朗的天空或白色的墙面时，如果眼前总有小黑点、小蚊子般的影子飘来飘去，怎么挥手都挥不走，那就是俗称的飞蚊症。有人形容就像有只蚊子永远停在你眼睛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西医称之为玻璃体混浊，通常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内部充满的果冻状玻璃体开始退化、液化，产生一些细小纤维或蛋白质聚集在眼内，漂浮在视线中，投影到视网膜上，就形成了那些恼人的黑影或透明丝网状影子。40岁以后发生率明显升高，特别是高度近视的人更容易中招。一般眼科医生可能会安慰你，只要不是突然大量出现飞蚊或伴随闪光，那可能意味着视网膜出问题。平时这些小飞蚊不会危及视力，也没有特效药能让它们消失，只能习惯它们的存在。听起来有点无奈，我们似乎只能任由那些小蚊子继续在眼前飞舞。但在中医眼中，身体的每个异常讯号都有意义。眼前出现小黑影，看东西开始模糊，绝不只是单纯的眼球老化，更可能反映了身体内部的某种失衡，尤其是肝脏出了状况。为什么说是肝呢？中医有句老话，肝开窍于目，意思是肝脏的精气血通过经络上通于双眼，维持着我们的视觉功能。黄帝内经灵枢也提到，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意思是只要肝气血充足协调，眼睛自然明亮有神，分辨万物的色彩毫不费力。简单说，肝就像我们眼睛的后勤部队，源源不绝提供养分和能量。当肝的状况不佳时，眼睛往往最先报警。老一辈常说肝不好，眼睛先知道，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想象一下，肝好比一盏油灯中的油箱，眼睛则是灯火。年轻时油料充足，灯光明亮，我们的视线自然清晰。但人过中年，肝血渐渐亏虚，油料供应变少，灯火就开始变得昏暗不稳，映照出来的景象也模模糊糊。这表现在我们身上，就是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变得干涩疲劳，看东西有点花，甚至会冒出许多小飞蚊。如果一个人才40-50岁，却经常觉得两眼干涩发酸，视物时一阵清楚一阵模糊，甚至短时间内视力明显下降，那多半是肝出了问题。比如长期熬夜会耗伤肝血，情绪郁闷会导致肝气郁滞，暴脾气、爱生气则容易让肝火上炎。这些肝的毛病都会直接投射到我们的眼睛上。您可能也注意到，有些人一熬夜或一生气，眼睛就红肿充血，甚至视线发花。这就是肝火上扰或肝血不足在作祟的明显例子。中医还认为肝肾同源，肝和肾都属于人体的阴血系统，主管着衰老过程。所以50岁后出现的视力减退，多半是肝肾不足的，体现肝血和肾精都不够了，眼睛自然失去年轻时的光彩。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肝在五行属木，喜调达舒畅而恶抑郁，也怕劳累过度。生理上，肝藏血，人卧则血归于肝。意思是当我们躺下休息睡眠时，血液回流肝脏进行养护，肝得到滋养，第二天把充沛的血液供应到眼睛，双目就会水润清明，神采奕奕。反之，若肝血不足，眼睛得不到充分濡养，就容易干涩酸痛，视物模糊。比如有些人晚上开车，看路灯会觉得灯光周围像罩着一层雾圈，朦胧不清，那正是肝血不足，眼睛缺少滋润的表现之一。还有人两眼昏花夜盲，傍晚就看不清东西，往往也与肝血亏虚有关。事实上，古人对这些现象早有观察并记录。古代典籍中把夜盲症叫做雀目，
把类似飞蚊症这种眼前黑影飘飘的毛病称作银翅黑花或云雾遗精。这些生动的名字一听就能联想到眼睛所见犹如苍蝇乱飞或云雾飘移般模糊不清，可见古人对眼疾症状的描摹非常贴切。中医在治疗上也早早认识到，要改善这些症状，就得从调养肝血、梳理肝气着手。正因如此，历代眼科医家治疗此类眼疾时，往往优先考虑如何补肝肾之虚或清肝热之实。方法虽有不同，但都是紧扣一个肝字。除了血之外，肝还掌管着筋、肌腱、韧带和神经的协调，而眼球的转动离不开肌肉筋膜的配合。因此，肝气顺畅时，眼球灵活，瞳孔开合自如，远近调节顺利。如果肝的功能失调，例如肝风内动或肝气郁结，就可能出现两眼昏花、视线不稳，甚至伴随眼皮跳动、眼压升高等问题。由此可见，肝脏就像一个幕后英雄，默默维护着我们的视力。当它劳累过度、亏虚或者肝阳上亢，俗称肝火太旺时，眼睛就会替它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我们该养肝了。了解了眼睛模糊和肝的关系后，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做什么来改善这种情况呢？难道只能吃中药，熬制复杂的药膳来补肝吗？其实不然，中医调养重在平时，强调药食同源。很多简单的茶饮、汤水就有养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能持之以恒，每天给肝脏和眼睛一点滋养，说不定就能慢慢扭转视力下滑的颓势。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款简单又有效的明目茶秘方。这个古老而平凡的秘方，主角正是决明子。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眼睛有关。决明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让昏花双眼重现光明的寓意。决明子其实是一种植物的种子，它来自猪屎豆和决明这类豆科植物。别看名字里带了猪屎两字，其实那只是植物的名称，跟真正的猪粪毫无关系哦。中医典籍记载它性偏凉，味甘苦，入肝经也入大肠经，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也就是说，它既能清泻肝火，改善因肝热引起的眼红肿痛、视物昏花，又能顺便治疗中老年人常见的便秘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决明子的价值，相传远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里就收录了决明子，称其味咸、平主清盲、目盈肤、赤白膜、目生异膜、泪出九浮、益精光。意思是说，决明子味道微咸性平，可治疗眼睛看不见东西，眼前好像有一膜遮挡，老是流眼泪等症状，长期服用还能增强视力。后世医书对决明子的评价也很高。本草纲目记载它润肠燥而泻肝火，益肾精而明目，不仅清肝，还补肾精，双管齐下，达到明目效果。从这些记载看来，古人早已全面掌握了决明子的功效，把它当作护眼的宝贝药材之一。既然决明子这么好，是不是直接买来生吃或泡水就行？需要提醒的是，生的决明子性寒，而且药力较猛烈，直接大量服用可能伤脾胃或者引起腹泻。因此，中医在使用决明子时常会将其炒制一下，也就是放在锅中，用小火慢慢炒干、炒香。这个过程有点像炒茶叶或炒麦子，可以让决明子的性质从寒转为微凉，药性变得温和，同时炒出阵阵香气，让泡出的茶更好喝。把决明子炒到微微发黄，散发出淡淡的茶香即可，千万别炒焦了。经过这样炮制的决明子，我们称为炒决明子，用它泡茶，茶水呈淡黄，略带棕色，闻起来有点像麦茶或咖啡的香气，喝起来入口微苦，但有谷物烘烤后的醇香。决明子茶不含咖啡因，因口感类似麦茶，也深受日本、韩国等地民众喜爱，常拿来当日常保健茶饮来降火气、护眼明目，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味道。如果觉得略苦，可以加几颗红枣或一小匙蜂蜜调和。每天抓一小把炒决明子，约1汤匙，10克左右放入杯中，用刚煮沸的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泡10分钟左右，让有效成分充分释出。之后就可以像喝茶一样慢慢品饮了。如果嫌茶渣影响口感，
也可以先将炒决明子放小锅里，加水煮5分钟，再倒出茶汤来喝。这样得到的一杯决明子茶制作简单又经济，可以当开水一样反复蓄水饮用一整天，淡淡的香气贯穿始终，在润泽喉舌的同时，也把清肝明目的力量渐渐融入身体。很多亲自尝试的人反映，连续喝上1-2周后，早上起床时会觉得眼睛比以前滋润，白眼球没那么布满红血丝了，白天用眼时间长了，眼睛又涩又干的感觉有所减轻，甚至看东西磅礴亮堂清晰了一些，不再整天雾茫茫昏沉沉。当然，这不是说喝几杯茶就能马上丢掉老花眼镜，但循序渐进的改善是真实存在的。中医讲究贵在坚持，天然草药的调理虽然见效，没有药物来的迅速，胜在安全温和，润物无声。只要长期坚持，多多少少都能养出一双更清明的双眼。就像春雨润泽大地，看似不经意，日久必有收获。为了让明目茶效果更好，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几味黄金拍档。中医里有2味护眼的明星药膳，许多人早有耳闻枸杞和菊花。枸杞子又叫明眼子，顾名思义能明目，它性平味甘，入肝肾经，善于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是传统养眼圣品。许多人每天泡几粒枸杞，当茶或煮粥熬汤，都是在默默为眼睛加油。至于菊花，尤其是杭白菊，性微寒，味甘苦，入肝经，长于散风清热，平肝明目。当眼睛红肿疼痛、干涩疲劳时，来一杯菊花茶，往往能迅速缓解。民间流传的菊花明目并非虚言，许多长时间对着电脑、手机而眼睛酸涩的人，都会准备一罐菊花茶在办公室随时饮用，以清肝火、解疲劳。枸杞和菊花一补一清，搭配起来恰是阴阳调和，因此衍生出有名的配方枸菊茶和中成药、杞菊地黄丸等，用于治疗各种慢性眼疾。既然如此，我们的明目茶里当然也少不了这2位好搭档。如果再加上主角决明子，就组成了护眼3剑客，它们就是枸杞、菊花、决明子，三者合并冲泡，效果可不只是1+1+1那么简单，简直是相得益彰。决明子清热泻肝，改善眼部循环；菊花清肝平肝，消除炎症不适；枸杞滋阴补肝，增强眼部的滋养供给。3管齐下，对付大多数中老年人的眼睛问题已经绰绰有余。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中医治疗眼疾也讲究辨证施治。一般退化老化引起的飞蚊症、视力模糊多属虚症，要补肝肾益气血。若是熬夜过度、肝火旺盛属实症，则需清肝火、化湿热并活血化瘀。决明子、菊花、枸杞这组茶饮性质平和，补中有轻，大部分人都适用。但如果眼部症状比较复杂严重，最好还是请中医师辨证加减用药，必要时配合针灸等疗法，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难怪许多中医师都会推荐患者每天泡一壶杞菊决明茶来保养眼睛。办公族、学生族也非常适合每天一杯，预防用眼过度带来的伤害，缓解眼睛干涩酸痛呢。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一位50多岁的张先生，平日很喜欢看报纸和书籍，可近年来他发现报纸上的字好像越来越淡，越来越小，看没多久就觉得字迹模糊，要拿远一点才看得清，而且时不时眼前还会出现小黑影。他刚开始也没在意，以为只是眼睛老花的正常现象，可是渐渐的，他即使用了老花眼镜，仍然觉得眼睛很疲劳，甚至干涉到低人工泪液也无法完全舒缓。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眼底没有大问题，就是年纪到了，飞蚊症和视力模糊很常见，没有什么良方。张先生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自己从此就要过着视线混沌的日子吗？后来经朋友介绍，他来到一位中医师那里求诊，中医师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作息，发现他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也不太规律，把脉后又察觉他舌淡，脉细无力，判断为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的典型中老年状态。简单说，就是肝血和肾精都亏了，无法滋养眼睛，同时熬夜又造成虚火扰乱。针对这种情况，
中医师并没有开昂贵复杂的药方，而是给了他一个简单的建议，让他每天用决明子、枸杞、菊花泡茶当水喝，并调整作息，尽量不要熬夜。同时饮食上多吃一些对眼睛有益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蓝莓、深绿色蔬菜等，蛋白质也要充足。尤其推荐他每周可以煮一次枸杞猪肝汤。猪肝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以形补形，能补肝明目。西医也证实猪肝富含维生素 A， 对视网膜健康很有帮助，而枸杞能提升猪肝汤的养肝效果，两者结合正是一道很好的护眼药膳。这些嘱咐张先生都仔细记下，并开始付诸行动。刚开始的几天，张先生每天泡一大保温壶，决明举起茶带去公司，代替了以往习惯的浓茶和咖啡。大约喝了1周，他感到眼睛确实没那么干了。晚上下班回家，眼睛的疲劳感也减轻了一点。他按照医生建议，开始尽量在晚上11点前上床睡觉，不再刷手机刷到深夜。又过了半个月，他早上起来觉得精神状态很好，视线似乎也比以前亮堂。2个月后，他惊喜地发现，看报纸时居然不需要拿得老远了，文字再次变得清晰黑坡，而原本经常在视野里乱飞的小黑影，如今要仔细找才偶尔看到1-2个。他几乎已经不怎么察觉飞蚊症的存在了，这让他欣喜万分，亲身体会到中医调理的妙处。如今他依然保持每天喝护眼茶的习惯，早睡早起，再加上每晚热敷眼睛，按揉睛明穴、太阳穴等眼周穴位，他的视力不仅没有进一步恶化，还似乎比同龄朋友都要好一些。他逢人就推荐这个简单又有效的养眼方法，感慨地说，以前总以为眼睛老化不可逆，没想到用中药茶调养，加上改变坏习惯，居然真的让我的老花眼和飞蚊症好了很多。有人也许会怀疑，喝茶改善视力会不会只是心理作用？其实现代科学研究也开始为这些传统智慧提供一些佐证呢。就拿决明子来说，药理学发现它富含大黄酚、大黄素等蒽醌类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保护眼睛组织。同时这些成分还有扩张血管的效果，能增加眼球的微循环，让营养更好地到达眼部组织，带走代谢废物，从而可能减轻玻璃体的混浊。此外，决明子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也已被证实，对中老年人来说算是额外的健康注意。血压血脂控制好了，眼底循环就更有保障。再说，我们茶里的另一功臣枸杞，它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质和维生素 A 源，这些都是视网膜健康所需的营养素。有研究指出，常吃枸杞的老年人发生黄斑部退化的风险更低，这与枸杞提供的抗氧化护眼成分有关。菊花则富含黄酮类化合物和挥发油，具有消炎抗菌和放松平滑肌的作用。当眼睛长时间工作出现酸胀时，菊花里的成分能帮助舒缓睫状肌的紧张，减轻眼部的炎症反应。有观察发现，经常喝菊花茶的人群中，干眼症的不适比例相对较低，说明菊花确实对眼睛有保养作用。当然，这些只是初步研究，但至少从科学角度印证了中医清肝明目的合理性。原来草药里蕴含的天然化学物质，正是透过改善循环、抗氧化、消炎等途径，在默默地守护我们的眼睛。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在这里不谋而合，让人对中医药更增添了一份信心。说到现代人护眼的方法，许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滴眼药水、服用叶黄素等保健品，或者视力一模糊就立刻配眼镜。这些办法有一定效果，但也有局限。比如市面上一些眼药水含有防腐剂和收敛剂，确实能暂时消除红血丝、润泽眼球，但长期频繁使用反而可能伤害角膜和泪膜平衡，让眼睛更干涩。再说叶黄素等营养补充剂固然对眼睛有益，但如果肝肾机能不好，吸收利用率不高，单靠吃胶囊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善视力。至于配眼镜矫正视力，更是治标不治本，只是给眼睛带个拐杖，度数往往越换越深。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这些方法的作用，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从身体内在调理，
改善眼睛问题还得靠综合养护。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有哪些食疗和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养眼护眼。中医认为食疗也是一种药，一些日常食品同样具有明目功效。除了刚提到的猪肝枸杞汤，平时可以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的食物，例如胡萝卜、地瓜、南瓜等橙色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转化为维生素 A 来维持正常视力。深绿色蔬菜如菠菜、甘蓝、羽衣甘蓝则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植化素是视网膜黄斑部的重要保护成分，可过滤有害蓝光，预防黄斑部退化。另外，蓝莓、黑豆、紫米等紫黑色食物富含花青素，有助提升夜间视力，减轻眼睛疲劳。坚果和深海鱼富含维生素 E 和欧米伽3脂肪酸，也都有益于眼球的健康。可以说，均衡营养、五色俱全的饮食本身就是在滋养肝血，护眼明目。难怪古人说肝和则目，能辨五色，连食物颜色和我们的视力健康都隐隐相关呢。因此大家在喝明目茶的同时，不妨注意搭配这些食物，内外同补，效果会更佳。此外，调养眼睛还要结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前面案例中提到，张先生改掉熬夜的习惯后恢复得更快，这印证了中医的一句话，肝恶疲劳。意思是说，过度劳累最伤肝，想保护眼睛，首先得让肝休养生息。最直接的就是保证充分睡眠，不要熬夜到凌晨。夜里11点到凌晨3点被认为是肝胆经活跃、血液回肝的时间，这时候睡得好，等于抓住黄金时段在养肝血，也就是在养眼睛。如果工作繁忙，难免晚睡，那平时更要抓紧零碎时间补习，比如中午小憩15分钟，或者在下班通勤路上闭目养神片刻，多少都能对肝和眼睛有所裨益。除了睡眠，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肝主疏泄，喜调达而恶抑郁，心情舒畅时肝气调达，气血运行通畅，眼睛也会明亮。反之，长期郁闷压抑会让肝气郁滞，气血不畅，眼睛跟着黯然无神，干涩呆滞。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大，可以透过运动来抒发情绪。每周几次有氧运动，瑜伽伸展或打打太极，都有助于疏肝解郁，强身健体，也就间接保护了眼睛。谈到保护眼睛，许多人还会想到眼保健操或按摩穴位，这也是很好的辅助方法。每天抽几分钟，在眼周找到几个重要的护眼穴位，按一按，能促进眼部的气血循环，减轻眼睛疲劳。比如眉头内侧的传足穴、眉毛中段上方的鱼腰穴、眼尾鬓发旁的童子髎，以及内眼角靠近鼻梁处的睛明穴。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按揉这些穴位，各按数十秒，感到些许酸胀即可，那就是气血被调动起来的感觉。很多人每天做眼周按摩，再配合热毛巾敷眼睛，可以大大改善干涩和眼肌紧绷，甚至简单的搓热手掌，轻轻覆盖在闭合的眼皮上，休息片刻。这种运目动作也能让疲惫的双眼得到滋润放松。内服明目茶，外做按摩热敷，内外兼顾，眼睛想不好都难。这也正符合中医强调的整体调理观念。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眼睛已经出了白内障、青光眼这类比较严重的问题，光喝茶有用吗？老实说，决明子茶不是灵丹妙药，已经形成的严重眼病还是需要眼科医生的治疗。比如白内障，该手术的还是要手术，青光眼得按时点，眼药水降压等等。我们的护眼茶更多是预防保健和辅助的手段，帮助延缓眼病恶化，减轻症状，并不能取代专业治疗。但是对于一般因退化或疲劳导致的视力模糊、飞蚊症、干眼症，它往往能带来令人惊喜的改善效果。就像前面张先生的故事展示的那样，中医强调治未病，也就是在问题刚冒头时就积极干预，往往能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甚至逆转初期的变化。如果等到病情很重了才想办法，那就困难得多了。所以越早开始爱护我们的肝和眼睛，就越能受益。千万别等到视力一落千丈才重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世界最宝贵的工具之一。没有人愿意在50出头正想享受人生的年纪，却被一双昏花的眼睛限制了生活品质。譬如说，
看不清家人朋友的笑脸，读不了喜爱书籍上的小字，甚至连开车外出都不再安心。幸运的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许多智慧和宝藏，让我们可以主动维护自己的视力，而不必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每天一杯炒决明子茶，配合良好的作息和情绪管理，就是在为我们的眼睛储备未来的资本。也许10年之后，当你的同龄朋友不得不换上更厚重的老花眼镜时，你却仍然目光炯炯，清晰地欣赏着周围的一切。你可以自信地说，我一直在保养我的眼睛，所以看东西还是像年轻时那样清楚呢。这份成就感和幸福感，正是靠平日一点一滴的自我照顾换来的。想到这里，你难道不心动吗？总而言之，眼睛模糊、飞蚊症并非无解，只要我们抓住关键，也就是肝脏功能，对症下药地调养，视力就有机会改善，甚至部分恢复。至少我们能阻止它过快恶化。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用眼量惊人，更需要借助传统智慧来保养身心。我们不妨就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的肝和眼睛一点关爱。白天工作时，记得每隔一段时间休息片刻，眺望远方，放松眼睛的焦距。傍晚回家泡上一杯清香的决明子菊花枸杞茶，代替可能伤肝伤眼的酒精和浓茶。夜晚则按时就寝，让肝血和双眼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坚持下来，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视力状况比同龄人更理想，整个人也焕发出更充沛的精神。最后要提醒大家，保养眼睛固然重要，但如果出现飞蚊突然增多，眼前有闪光感，或视力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排除视网膜剥离等紧急状况。日常保健和医疗诊治应该并行不悖，才能真正保障我们的眼睛健康。希望每一位听完今天分享的朋友，都能对自己的肝和眼睛更加上心。与其日后感叹50岁后眼睛怎么变得这么模糊，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每天坚持给自己一杯清肝明目的茶饮，配合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岁月也奈何不了我们的双眼。不妨现在就端起你手边的杯子，换上决明子举起茶吧，喝下一口这温热的茶汤，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体内流动。也许明天清晨推开窗户时，你会惊喜地发现天空比以前更蓝了，树叶也更青绿鲜明，报纸上的小字变得容易辨认了。你的视力正在悄悄改善，这一切源自日复一日对肝与眼睛的用心照顾。与其感叹岁月无情，不如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健康出一份力。眼睛模糊，飞蚊乱飞，那是肝在向你求救。从今天开始，用这杯明目茶好好滋养你的肝脏，擦亮你的灵魂之窗吧。愿大家都能拥有清澈明亮的双眼，看遍人生美景，